今天身經百戰的將訓犬是徹底翻車了，因為他竟被一隻棉花糖般的比熊給俘獲了。되게 곱네요。訓犬師的一句話讓女主人樂開了花，她完全忘了這隻媽寶狗有多能折騰人。原來這隻可愛到爆炸的比熊犬已經10個月大了，每次主人提起它都忍不住嘴角上揚。畢竟軟軟糯糯的棉花糖誰能不喜歡呢？但即便如此，它也沒能逃出媽寶狗的宿命。每次主人出門，小白就會有很嚴重的分離焦慮，他的前爪不斷撓門，嘴裡發出不安的哼唧聲，這嚎啕大哭的樣子像極了沒斷奶的寶寶。他會用狼嚎似的吼叫不斷呼喚主人回家，甚至緊張之下還會咬向自己的尾巴。而在室外的女主人同樣也十分焦慮，她看着監控中狗子的狼狽，恨不得馬上飛回去。忐忑不安的小白在家裡不斷亂拉亂尿，就算是一隻狗的派對，他也要盡情狂歡。女主人稱，只要自己出門，小白就會成為屎尿仙人，就連沙發都不知不覺浸透了排泄物的氣息。哪怕現在回憶起來，他都會一陣眩暈。有時候無奈的他只能帶着小白一同外出，但如果只留他在車裡，他又會緊張不安。小白扯着蓬鬆的狗頭，不斷尋找着主人的身影。上蹿下跳的他瞬間就開啟了哼唧模式。狗狗的粘人讓女主人幾乎沒法安心買菜，每次都是一路小跑的快速回來。他說最長在外面的時間是2小時40分鐘，沒想到養隻狗竟變成了自己的囚籠。其實小白在家裡也曾經發生過意外，當時興奮的他從按摩椅掉下去，卡在了下面。這件事的發生讓他更不敢輕易留他自己在家，之後他就把事故現場用圍欄封鎖了起來。每次外出確認家裡的監控成為了他的日常，小白的每一聲嚎叫也都牽動着他的神經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狗狗的情況愈發嚴重，心急如焚的女主人只好飛奔到家裡。當他出現時，小白就仿佛得到了解藥一般。誰能說這不是一段雙向奔赴的救贖呢？小白此刻掛上半永久笑臉，依偎在主人懷裡，這可讓許多單身狗都羨慕壞了。雖然女主人是個菜鳥，但也有很認真的學習，但是各種方法嘗試過後，依舊無法改變小白的惡習。美女也只能一個頭兩個大，就連吃飯都不香了。如果她在家時不讓小白進臥室的話，那後者就會不聲不響的到客廳來拋大的，之後再掛上副楚楚可憐的神情望着你。此刻他就算有千言萬語，也只能默默咽進肚子裡。如果說小白在家時是個憂鬱少年，那出門散步就變成了快樂小狗。他像一個飄移的棉花糖般拉着主人前進，直到遇到他的狗朋友就會按下暫停鍵。他拼了命的掙扎吼叫，似乎想靠近對方，但面對逃之夭夭的同類，也只能望眼欲穿。美女主人的懷抱並不能讓他放棄大叫。化身為直立猿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，女主人不明白他是想警戒還是想交朋友，只是在附近的狗圈他早已臭名昭著。目中無狗的小白不斷在眾狗眼前亂晃，如果沒有同類搭理他，還會不斷欺負弱小。如果受害者想掙扎，他就會咬向對方臉部。不知道他是不是嫉妒對方年輕貌美才這麼做的。如果朋友帶着比熊來家裡做客，他也會爆發。此時無論主人怎麼哄都是徒勞無功。如果他接近朋友的狗，小白還會來個偷襲。這演技簡直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。其實他真的不知道小白為什麼見狗就狂，這附近所有的狗基本都快被他霍光了。不過為了緩解他的分離焦慮，監護人也想過很多辦法，最後只能把住在附近的弟弟叫來幫忙陪伴。不過小白似乎一點也不買眼前男人的賬，他的視線始終都凝固在要出門的姐姐身上，就像一個人患了相思病後世界都失去了顏色。現在即便玩具在眼前，他也絲毫提不起興趣。之後小白又赤裸裸的在弟弟面前排泄，這種姐姐不在時的亂來讓他瞬間魂魄出體。姐姐回家的門鈴對他們就像是天籟之音，一人一狗都無比期待這個女人的歸來。小白此刻在姐姐面前完全化身為了舔狗，弟弟看着眼前玩耍的一幕，感覺天逗他了。他想不明白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雙標狗的存在。其實女主人表示早已被小白搞得疲憊不堪了，哪怕自己生日想出去吃個飯慶祝下，也得找個狗狗能去的地方陪着他才行。有時候真的都搞不懂自己為什麼要做到這種地步。這個磨人的小妖精已經成為了他心裡跨不過的坎，只希望訓犬師能幫他從困境中解脫出來吧。其實江訓對美女的經歷是能產生共鳴的，因為新手會犯錯誤太正常了，只要以後能改正過來就好。不過旁邊的前輩卻幻想着小白要沒有分離焦慮該多好，那乖巧可人的模樣就連老頭都快為之淪陷了。此時的小白正在家裡玩着拔蘿蔔遊戲，兩名弟子的到來瞬間就把他吸引了過去。女主人稱，其實小白本是朋友家領養的狗，但因為工作原因沒法天天照顧他，他不忍心這麼乖巧可愛的狗忍受孤獨，就鼓起勇氣把8個月的他帶回了家。不過幸好他的工作是可以帶寵物上下班的公司，這樣就極大減少了小白獨處的時間。但即便如此，他還是不能有片刻自己在家的空隙。主人就连出門買菜都快成為了一種奢望。不過最令他無語的是，這家伙總不吃飯，除非你用手親自餵他才能被動完成進食。這難道就是撒嬌小狗最好命嗎？只不過苦的卻是愛他的女主人罷了。他說如果小白外出坐車不吃飯就會暈車，而經常暈車的自己也十分有共鳴。這話給老 baby 聽的心裡直翻白眼，在每個小問題上他都不斷縱容小白，最後狗狗就給他爆了個驚天大雷。
不過這份雙向奔赴的病情外人還真沒招，都快溢出屏幕的愛讓2名弟子只能頻頻吐槽。他說如果自己在洗手間待的時間過長，小白就會把自己的便便叼到门口呼喚他。這份充滿臭味的愛意實在讓人忍俊不禁。就在聊天期間，他和小白還眉來眼去的，很可能狗狗做出再過分的事他也甘之如飴，這不就瞬間變成了一檔浪漫的戀綜嗎？他們眼前正上演一出人狗情未了的橋段。不過老 baby 面對這只狗妲己可繃不住了，女主人完全是被手機裡的監控給控制住了，這不是狗狗的錯，而是她太當真了。女主人說自己以前其實很害怕狗狗，如果路上有狗她都會繞道走，但就是這樣膽小的她卻變得愛狗如痴，可見小白的魅惑技能也是拉到了滿值。接着为了測試他前輩，讓女主人假裝出門，而小白一個機靈就從沙發上彈起來了。前輩此時化身為無情閻王開始格擋他，而門外的女主人又習慣性的點開監控開始查看。此時的小白就像被校霸欺負的弱小一樣，面對着虛假的霸凌，他臉上只能掛滿委屈的淚水。老 baby 打算趁着屋裡沒人好好調教下他，而小白面對這個怪大叔也有些不知所措，這像極了狗咖裡那些強顏歡笑的打工狗。他只敢一動不動地坐在沙發的角落裡，直到怪老頭離開後才敢釋放出自己的焦慮。不過來到門外看見此狀的老 baby 瞬間又有些惱火，他的犟脾氣迫使他再次回去給他一番整治。看來遇上不懂得憐香惜玉的人，狗子也沒了底氣。老 baby 脫下外套賭上了自己的全部榮譽，只不過看着狗子的超絕微笑唇就知道沒什麼效果了。等到他把主人叫進來後，又玩起了老鷹捉小雞，但即便如此也阻擋不住他如火般的熱情。主人出現的瞬間，他又變成了那只熟悉的粘人小狗。咱就說這狐妹子勁兒，哪個人能拒絕的了呢？不過不信邪的前輩又提出了抱抱他的要求，他順勢就把這坨棉花糖扔到了門外。但誰知他僅用一顆可愛狗頭就又讓眾人淪陷了。這麼可愛的姚麗蓉搞得我都想進去摸摸它了。等他再回到客廳，整個磁場都仿佛變成了彩虹色。看來老 baby 終於遇到了一生之敵，讓他頗有一種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覺。其實女主人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他會有分離焦慮，而江迅也給出了直截了當的答案。小白十分喜愛無微不至照顧自己的主人，而主人也同樣把他當作掌上明珠來對待。如此雙向奔赴的愛，只能請江迅出手用妙計解決了。回到演播室的二人跟師傅瘋狂吐槽，先不論小白的分離焦慮有多重，女主人對監控就有種異於常人的執着，哪怕在門口也會不斷用手機看小白的動態。我看他才是分離焦慮最重的那個人吧。江迅一進門，小白就開始嗅聞他身上的味道。主人說他遇到同類時也是這樣的反應，所以有時候去狗咖就會鬧翻天。小白只對人類友好，卻對同類兇殘。不過無論江迅怎麼摸他都不會有不滿，這不就是天選陪伴型寵物嗎？不過最令他苦惱的也正是他的粘人屬性，哪怕他出門1-2個小時辦事都不行。他沒想到養狗的難度竟然和育兒一樣，這回他終於可以有個人去吐槽了。江迅也只能哄着說他是個體貼的主人，因為他怕狗狗吃不飽睡不好。這份擔心完全屬於付出型人格的表現，他在監護人裡面也算是很特別的存在了。此時少女的臉紅勝過一切。江迅稱其實好主人的特質之一就是會擔心，但如果充滿愛心的主人遇上渴望關心的寵物，那雙方的分離焦慮就會超級加倍。不過狗狗會有這種分離焦慮是很正常的，就像人類也一定會經歷青春期一樣，只不過小白的情況已經變成了對主人的依戀。此時只有把小白培訓成真正的男子漢，才能讓他擁有一個健康的狗格。其實前輩認為在90年代後期韓國人才有了狗狗會分離焦慮的概念，這其實是監護人和寵物同時患上的一種心病，而且在2000年之後迅速傳播開來。他覺得這種狗只要嚴厲斥責就好了。如果狗狗的叫聲很大，主人的聲音就要更大，只有以毒攻毒才能讓它徹底服軟。這就是這位60多歲的老同志總結出來的經驗。接着江迅也歸納了狗狗會分離焦慮的3種心態。第一就是他擔心自己能否獨自生存下來，這一般會出現在4到6個月大的狗狗身上，這跟嬰兒用哭的方式不讓父母離開一樣。第二種就是铲屎官走了誰管我飯吃啊，這種要求型嚎叫任何年齡都可能發生。而第3種就是狗狗會擔心主人沒了自己要怎麼活呀，燕子燕子你不要離開我好嗎？這種一般會發生在健康強壯的狗狗身上，就像父母會擔心孩子出門是否安全一樣。面對這幾種分離焦慮，首先就要進行情感和距離上的控制。比如在韓國，沙發屬於家裡的核心區域，所以只有主人允許時它才能上來。接下來就是小白的魔鬼訓練時間了。江迅讓女主人先把它直接抱下沙發，如果它再跳上來就無情地趕下去。此刻小白核桃大的腦仁有點想不通，他不明白為什麼主人會因為這個男人而趕走自己。如果他還賊心不死想跳到沙發上來，那就等他趴好後再給他挪走。如果2次都不好用，第3次就要上強硬手段了。此刻的小白趴在地毯上有些迷茫，如果狗狗穩定下來了，主人就可以背靠沙發坐好，這是讓他知道我的地盤我做主，你不可以撒野。
這同時也是對監護人分離焦慮的一種訓練。女主人沒想到原來小白還有這麼聽話的一面，在江訓的一聲可以表揚她的指令下，美女主人也終於按捺不住那顆喜愛之心了。接下來狗子要進行的就是距離訓練，他讓主人站在臥室門前長嘆一口氣，沒想到下一刻他很自覺的就趴下了。主人繼續轉身向敞着門的臥室走去，如果小白起身想動就馬上出來格擋他。不過當他徹底進屋關門後，小白就緊張了，他用詢問的眼神望向旁邊的訓犬師，但江訓也只能擠眉弄眼的表示無能為力。過了會兒，他叫女主人出來繼續做沙發訓練，沒想到他自己竟也被狗子的美貌征服了。되게 곱네요。在訓練空檔期，主人可以使勁的擼他，但隨後他還要進行更嚴苛的格擋訓練。通過觀察，江訓說小白並不是要求型的分離焦慮，他只是一個敏感脆弱的伴侶犬而已，任誰去看他都不會是惹麻煩的主。聽到這話的女主人心裡都要樂開花了，沒想自己竟領養了個天選之子。江訓稱，一般在室內訓練最好用1.2米到2米的牽引繩做輔助，可以把它綁在家裡的固定地點等主人到來。接着他便牽着小白在家裡不斷閒逛，等他逐漸適應了再綁到沙發腿上。女主人接着給他一記愛的撫摸，這樣可以加強他對訓練的美好回憶。江訓讓他繼續走到門口，側身對着他，這是讓他熟悉主人就在自己身旁。這樣的訓練要反覆進行，直到他的狀態趨於穩定為止。下一步就要對他進行固定地點訓練，讓他知道只有在這待着才會有好事發生。江訓不斷在狗窩裡扔零食讓他開心，如果他想離開就馬上給他美食留住他。主人伸出掌心讓他學會等待，沒想到他一下子就心領神會地做到了，就連江訓都誇他真是只聰明小狗。女主人繼續用掌心对着他不斷往沙發退，只要他能做到穩如老狗就給他零食獎勵。幾秒鐘過去了，他依舊掛着半永久笑容一動沒動。江訓告訴他以後可以在家裡不同地方進行這種訓練，如果他能打開玄關的門都沒有絲毫反應，那就說明他的定力已經更上一層樓了。激動的女主人捧着狗頭一頓猛搓，江訓也沒想到這幾步的訓練竟如此順利。他告訴主人每周至少1天讓小白在航空箱裡睡覺，這樣才能和前幾項訓練徹底連接起來。最後他們帶着狗狗一起來到了室外，江訓直接把繩子綁在了欄杆上進行分離訓練。伴隨着二人的離開，小白有點緊張了。之後江訓又把繩子解開後對它進行控制，繩子可以有效減少狗狗暴衝的情況。當他們繼續往前走時，恰巧遇到了路過的狗狗，小白也十分配合的再次激動起来。江訓說要讓狗狗知道主人是不支持它瘋癲的，他直接就找到座椅給它拴在了上面。也許是因為小時候沒有父母姐妹幫他學會社會化，所以現在面臨同類才會如此不知所措。等什麼時候能對周遭的刺激視而不見，那就說明他的社會化已經做好了。曾經的小白是只見同類就狂的興奮小狗，沒想到這次竟允許泰迪靠近嗅聞了。江訓抓住他的項圈並沒有掉以輕心，女主人也是第一次看見他面對同類如此乖巧的一面。一天的訓練讓美女主人知道了訓練的大方向，相信一人一狗一定可以快速成長起來的。雖然小白带給了他不小的煩惱，但他發自內心的愛也都快溢出屏幕了。從反饋視頻來看，他堅持訓練着小白，相信他也一定可以擺脫媽寶狗的標籤，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。好了，我們下期節目見。